那道组织其实也是能提高生产力的，在道组织之下，基于这个形式，可能很多传统的东西都要被打破掉，就是人们未来不需要再帮某个具体的公司打工了，你可能真的是真正的个体经济。当然这个是远景，但是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文，我是悠然。今天我们继续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雨峰，我们今天的访谈就继续开始吧。想问一下，怎么理解 Web3？就因为它是一个蛮宏大的概念。对，对，因为我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Web3的概念，你刚刚说的特别宏大，就是它包括很多概念啊 ，DeFi， 你刚刚问到 DeFi 嘛，对啊，还有 Crypto 就加密货币了，还包括现在大家都讨论的 GameFi 非常多。我觉得Web3 因为它太新了，就是没有谁说在这上面是专家。对，就我也跟别人讲说，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是 Web3 的先驱，我是 Web3 的，他可能是骗子专家，我觉得就一定要谨慎了，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很早期。我去年的一些理论经验，就可能今年年初就立刻就把自己颠覆推翻了。所以就好像今天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可能明天就要改了。对，就可能很快就被颠覆了，就是。但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个就是很正常，魅力，就是。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投身到一个行业早期，而不是传统行业。是。当然传统行业传统有好处，但早期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天我可能讲的10句话，你们有8句都不认可。可能你们就是对的，就是有可能像你们都不懂，可能是对的，可能未来很快这个行业就进行颠覆了，对。所以说，我觉得 Web3 的话，我觉得其实它还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概念，但是 Web3 的组成是得益于非常多的工具，就比如说区块链，比如说 NFT， 对，就是比如说DeFi， 它是很多东西去组成了这一个新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之前的比，因为它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Web3， 对，所以它的核心就是我刚刚说我们提到的这个去中心化的概念。对，所以如果问 Web3 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或者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互联网刚创立之初是它的理念嘛，就互联网刚创立之初的理念就是平等、包容、开放。对。但是在过去的10几年，互联网有很多问题，就包括大家国外非常很多人就诟病那个 Facebook， 现在叫 Meta 了嘛。他就是特别是扎克伯格，被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批判，因为他等于是成为了一个数字的霸主，就数字经济的霸主，他掌握了20亿人的个人用户信息，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用户信息泄露的问题，就之前在英国那边出现了泄露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些传统的 Web2 的互联网在一些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因为霸主出现了嘛，而这个霸主是不受监管，就我们用户是监管不了他的，对，他可以为所欲为。对，就我也跟别人取一个用户，就是我们现在的用户在 Web2 的霸主这里面，我们就是一批被他圈养的羊，是，对，就是好像，我是一个重度的王者荣耀用户，假设啊，那理论上来说，我的用户信息。假设它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应该要反馈到我身上。对。可是现在这个价值不是反馈到我身上，是反馈到平台，可能腾讯身上了。是。对，因为他可能推出下一款游戏的时候，他就知道你的用户数据你是有钱的，就是我这个用户在王者充了很多钱，他知道我是有钱了之后，他出新游戏的时候，他就会向我重点去 sell， 就是比如他微信给我推送啊，他通过他的各种平台去给我提示定价。对，去给我定价。这个问题就是，或者他把我的数据卖给别的平台，就卖给抖音，这样子。比如抖音字节出了一个新的游戏，那他知道我是用户，我的数据就被传递出来了，就是包括可能以后我上知乎、上各种平台都能看到很多游戏向我去推送。其实本来不应该这么游戏的嘛，对，他知道我有钱，这个很不应该，因为这一个的用户的价值就被腾讯拿去卖了，或者他不是卖，他拿去用了。可是这个价值本来应该是归于我们身上的，因为我们是互联网的用户。但是在 Web2 现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霸主去掌控了，就你说，但是你说霸主有没有好处？肯定有，因为它带来了一个高效便捷嘛，就是它掌控这个东西，它可以有资金集中去创新。可是这就跟互联网当时刚创新的时候很多东西，我觉得就相悖了，就是，所以我们要去改变它。所以我也是看到了一个朋友吧，就是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说。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他是不是他原创的，就是叫夺回数字经济的火把，就是每个人都夺回他手上，夺回到我们手上。对，那具体的来说，我是王者重度用户嘛，刚才已经提到过了。理论上来说，假使网易出了一款新的游戏，那我就是有价值的用户，对不对？那因为我之前王者辛辛苦苦充的钱是我的钱，我辛辛苦苦打的时间，我的游戏时长，我的经验是我的经验，对吧？那如果假设
网易推出一个新的游戏，我去玩网易这个游戏的时候，网易就应该要给我 airdrop， 给我空投很多福利，因为你想吸引我去充钱嘛，对吧？你肯定要给我很多福利啊。那可是这一笔 budget 就这一个预算就被转移到了腾讯身上，因为腾讯把我的这个用户信息给了网易，假设就是给了网易，就是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可是如果所有的信息都到我自己身上，就是假设网易出了款新游戏，还拿1亿人民币做推广，其实像假设你们2位不玩游戏的话，这1亿对你们来说是，它就在让你们看到这个广告对你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对，因为你们不玩游戏的。很少人说会看了一个广告就去玩这个游戏，以前不玩的用户，对我来说，但是那个1亿是想去捕捉我这一群用户的，以及一些稍微轻度一些的用户，对。那他在捕捉我的时候，这笔预算本来应该换成各种方式吧，可能换成武器装备，换成游戏经验值，应该是给到我的。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信息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在 Web2 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应该是我的，因为我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在我这手上，被腾讯拿了或者被别的公司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了这一个问题。就 Web3 它的去中心化其实就基于区块链，因为区块链信息共享，所有平台都能做到，就是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在 Web3 时代，它会怎样去实现呢？现在我们在国内如果登录一个 App， 新的 App 你没用过的，它有2种可能，一让你注册账号，对，注册账号的话就是要把你的这些数据留在他们的平台里面嘛，他们去获取你的数据嘛。第二个方式就是你用微信去登录，或用 QQ 登录，对。用 QQ 微信登录的话，你的数据就是在腾讯那边会有一个备份，就是这个是国内的方式，国外的话也是同理，要么就注册账号，要么就是用 Google 的那个账户去登录，对。可是无论这2种方式，它都是把你的信息留给了某一些平台，就是他知道了你在这上面的各种信息，因为有个授权嘛。可是如果在 Web3 的话，现在其实已经能做到，就是不在任何的 App、任何的应用，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用的 OpenSea 啊。甚至你可能我们玩很多 GameFi， 就很多 Web3 的游戏，你打开它不需要你注册那个账户，对，你的信息注册账户，什么手机号码啊、邮箱号码不用，你就用你的钱包，就 MetaMask 小狐狸去登录。对，你用 MetaMask 去登录之后呢，你的信息不会去授权给他们，因为你只是把你的钱包地址，因为钱包地址里面有余额啊，有你的 NFT 啊这些东西跟它去绑定了。对，这个数据的价值，这种你就是你到底在这个平台干了什么，对吧？它会留在你的钱包的那个区块链里面，就那个 ETH 里面的那个链，它会有所有的交互信息的显示。对，就这个信息是归于你的，它是开放的。如果未来有平台要去抓取的话，它会直接去抓取那个区块链，因为是公开的嘛，它会知道你是有价值的，而不是再去问这些平台去买这个数据，比如像 Facebook 去买，说哪些人是对我有价值，它不会了，它只会用一个更加开源的形式，而这个形式的好处就是那个价值会回归到你自己身上，就是假设他一看我的 ETH 账户啊，一看就是我在 GameFi 里面真的是个重度用户，可能我在 Stable 有10几双鞋，然后我又在 Sunflower Land 我有几十块地，就是我又在星沙里面我有几十条鱼，他们知道你这个人一定是重度 GameFi 用户。那一个新的 GameFi 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像你这种人说，只要你来连接你的钱包在我们的账户上面，你来玩我们的游戏，我就给你 airdrop 很多福利。因为这笔钱它本来可能是打算是用来去做广告了，它现在不做了，或者它削减了一部分用来去投放给我，这个是把我价值拿回来。但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说中心化可能会加大他们的效率，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方式它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它面对的群体是更加精准的。是的，应该说中心化会更加的。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因为很多设施区块链很多东西没有起来，它是方便的，就是因为数据你也知道找谁要嘛，你也知道在谁手上嘛，监管也方便，还有个监管的问题。因为 Web3 为什么大家一直可能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啊？就中国可能有中国的进展了，韩国有韩国的进展，日本的进展，美国有美国的进展，就是因为都去中心化了，那谁来监管？可是现在所有的数据在腾讯这里，在阿里这里，那国家就知道管谁啊？就管你们2个就好了。对，这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的 Web3 的效率我觉得是更高的，包括我们后面可能刚聊到了加密货币，它是带来更高的效率，就是但是它有监管的问题，以及有一个方便，在这个时代下有一个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就是你们知道 Facebook 之前，当时它还不叫 Meta，叫 Facebook 的时候，他说他要发行一个代币叫 Libra Libra， 就是当年 Facebook 就是要说由他们发行
加密货币，然后所有用 Facebook 产品的人，就因为全世界有20亿用户用 Facebook 产品，都可以去使用它这个加密货币 Libra， 对，但这个 Libra 后面他把 Libra 计划削减了，在应该是今年1月份吧，还是去年12月份我忘了，就是他改名为 Dime， 但是这个 Dime 现在也凉了，就是他已经卖给别的公司了，就整个计划在 Facebook 这里破产了，是为什么？因为美国政府是绝对不可能让这个事情去发生的。我觉得如果他到时候做这个事情的话，就相当于，因为全球20亿用户，它不单是美国的，就是你相当于把很多国家的，叫什么，就是那个货币的铸币权都没有。是的，说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20亿用户，基本上他20亿用户里面，中高收入群体是不占少数的。全世界有大量的人都是想持有美金资产的，包括日本的人民，因为日本最近大家也知道它的汇率是暴跌嘛，一个没几个月吧，跌了20%，就是它跌20%，跌了20%，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因为世界是连为一体的话，它的资产就缩水了20%，对，那什么最不容易去崩？黄金跟美元嘛，这是为什么这样的东西这么多年来还是有效的。那大家说，很多人一定是希望自己手上有10%、20%、30%的美元配比的，就是。那假设20亿用户 ，OK， 每人3000美金的，每人去通过 Libra 去换了3000美金的美元资产，这是6万亿美元。而且以加密货币的高效，因为我们刚刚说区块链的传递问题，以加密货币的高效，它可能还得是在这一个钱的基础上再乘以5，因为它流通的效率问题，可能还要再乘以5，这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就是这等于是以后 Facebook 就掌握了这个铸币权，就你刚刚说铸币权，对，其实对于中小国家来说，铸币权被它掌握没有问题的，对，因为我们国家经济体系烂的不得了，就有的中小国家啊，就是那种岛国啊，他们无所谓。可是你说对于美国来说，那他们烂，美国的金融霸权体系 Fed 等于 Fed 就要被一个 Facebook 去挑战了，所以永远不可能。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它的原罪就是因为它大，用户太大，它永远不可能可以参与到这种形式的那个区块链上面，就是。对，当时我还因为这个事情还想了很久，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5万亿美元、6万亿美元，再乘以5的这个流动效率，差不多20万亿美元的这个盘子上面，它可以诞生多少的超级应用？就是它上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讲，就是，但是这个注定只是一个幻想了。就是我现在也在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工作嘛，那其实加密货币交易所呢，在它现在的是 offer 很多岗位的，其实包括你看 Binance 啊、Bybit 啊、Coinbase 啊，它都是有很多岗位在招的。对，而且它有一个好处是，它不太追求实地办公。对，你是可以对远程的、自由的，甚至你可以申请永久远程的类型。就是我加入加密货币交易所是，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去问嘛，就是说我想入局 Web3 啊，怎么在 Web3 工作啊？那我觉得加密货币交易所可能是 Web3 里面的一个大头嘛。虽然它是中心化的，但是它确实是你要说离 Web3 比较近的工作之一，这个肯定是算是的。其他的话就会是一些创业团队啊，就是 GameFi 创业团队、DeFi 创业团队，对，加密货币交易所会比他们对人员的需求量更大。你必须得有一个长处，就比如说。你可以是 Web2 的，从 Web2 出身的，你可以是很会运营，因为如果你很会运营的话，你可以在加密货币交易所去做 Launchpad，就是发行一些新项目，你去运营它嘛，宣传它嘛，就是对，你可以是很懂产品，但是你的这个产品可能是需要你对代码要求会高一点，你可以在加密货币交易所去开发新的功能。对，比如说我之前有会用那个 Bybit， 我看它最近可能就要上线一个功能叫跟单，就是这也就是产品经理的一个传统逻辑了嘛，就是开发新功能。你也可以是在投资这一块特别厉害的，因为现在加密货币交易所都有自己的基金，Binance Lab 啊，FTX Venture 啊，这些你可以加入进去。对，总之就是你得在Web3 世界有一个领域是擅长的，你才能加入。就是它的条件其实 Web3 跟 Web2 区别很大，但是对人的要求是不变的，你还是那些要求，只不过知识可能变了。知识就是说，很多人他想的是说，我在 Web2 不好好工作，在我 all in Web3， 然后其实行不通的。其实行不通的。我认识了很多 Web3 的大佬，就是包括做 GameFi 做得好的，做加密货币做得好的。大家在 Web2 都是做得很成功的，只不过我换了赛道之后吃了一个先发优势，我吃了一个行业早期的红利，我能做得更好。就像你说，
马斯克现在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提他嘛，他跟 Web3 也有点息息相关这种感觉，就是啊，他就算没有做特斯拉，他就算没有做 SpaceX， 他也是一个大佬，因为他之前做了 X.com， 这是一个美国的类似于支付宝这样的平台，后面卖给了 PayPal， 对，他是当时是净收入就是2亿美金，就是所以你说指望换一个新的赛道，就改变命运是不太现实的。对，你一定是厉害的人，然后你选择一个合适你的赛道，就有一个效应了，就是那会做得更好。对，所以说很多朋友也在问一些问题，包括我很多一些有特别好的相对比较好工作的朋友也在问怎么加入那个 Web3。其实我也跟他们讲说，以你们的能力的话，不用想的那么难，就 Web3 对 Web2 我觉得是革命式的，可是工作对人的要求的能力还是那些能力啊，对，还是相通的嘛，对。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加密货币交易所日常的工作是什么样吗？有什么有意思的经历和体验？我觉得我讲一个案例吧，就还蛮好玩的，就是因为加密货币交易所它会我们自己自诩是 Web3 的人嘛，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跟 Web2 的人比，你不会有任何高人一等，因为不可能的，所有工作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但是呢，你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当时投资了一个平台，跟他说我们就不给你法币了，就是我说我们都 Web3 了，这么酷的平台，你也是 Web3 公司对吧？我就不要给你人民币，不要给你美元了，我们给你加密货币。OK， 我们就给了他一个加密货币，我不说公司名字，好，是个 Web3 平台，我也不说币种。当时给他的时候是我假设一个数字啊，那个倍数是真实的，但是那个数字不是真实的。对，假设当时给他的时候，那个币是30 U， 1U 等于1刀，就是1美刀，30 U 1枚，然后我们给了他价值500万 U 的这个金额的这个加密货币这个 token， 然后那个创始人拿这笔钱之后呢，就握着它，结果这个 token 就开始涨，涨了3倍左右，那个创始人觉得哇差不多了，我 cash out 吧，就是我拿这个钱，对，因为那个公司它也不是很缺钱，对，他拿我们的融资更多是战略融资吧，OK， 他 cash out 之后呢，那个币还在一直涨，如果他握到今天，即使大盘往下跌，他应该也是有50倍的收益。哇，对，就这还蛮好玩的，这个我觉得第一个蛮好玩，就是我们投资的时候，他可能会给加密货币，对，至于你说工作上的内容，我始终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就是以前在 Web2 公司，以前在传统的美元 VC， 可能你选的平台，比如你看消费，你是消费的逻辑，对，现在变成了看 Web3 的逻辑，就是这个平台你用 Web3 的一些标准去选，但其实好公司永远还是那几个标准嘛，你创始人是不是好的，对吧？团队是不是好的？然后你背后的。假设你之前有融资过，你背后的那个资方是不是好了？因为在 Web3 有这个也蛮看资方的。比如说，你如果被 H6Z 投了，你肯定身价100倍嘛，对吧？加上传统领域，你被红杉投是身价100倍，那现在你被 Three Arrows 3箭资本投了，你身价100倍了。你又被 Dragonfly 啊这些投了都不一样，对。所以你说工作，刚刚分享那个例子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以及就是你每天在接触新项目的时候呢，真的是每天在学新概念，假设你之前是做消费领域的投资人，假设，你可能今天看奶茶店，明天看水果店，可能后天看，那个餐饮，但是它本质上还是通的嘛，因为这些概念都是你知道的，就餐饮是怎么样，只不过你会说我不知道餐饮原来它的利润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服装利润是这样的，但现在 Web3 就是全新的，就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在创造发明，就基于区块链这个技术去创造发明一些新的概念，这都需要你的眼光可能会更加的。超前一点，就是有 sense。对，因为他跟你讲的东西是你没听过的，就好像 A16Z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么厉害？这个平台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很多人都称它是加密货币第一基金了，第一 VC 了，就直接是有超过红杉在加密货币，在这个Web3 世界。因为当年他投资 OpenSea 的时候，OpenSea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买卖 NFT 的平台，他在投资Coinbase 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概念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假设你今天投资一个火锅，就火锅再怎么样你也知道火锅是干嘛的，对，即使你看现在有喜茶有奈雪的茶，就算出现了一个很新概念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新茶饮，就可能比喜茶还要新，但是茶饮这个逻辑你是懂的，对，你喝过嘛？可是
有个平台跟你讲说我买卖 NFT， 你都不知道，当时 NFT 都没有交易量，现在 OpenSea 可能1年600亿美金交易额，当时可能都没有交易额，你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象空间才能去拍板去投？这个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比如当时现在大家人人都要用的 MetaMask 小狐狸钱包，对，它现在的日活是8000万，当时是找不到融资的，没有人懂啊，说我为什么要用你这个钱包啊？我注册一个账户不行，我有 email 啊，我有 Google email 啊，我注册一个账户，我拿账户登录这些平台为什么没有人懂？因为不懂这个 Web3 的概念，这个是很搞笑的。我也可以分享多一个经历，就是一个 Web3 创业的朋友给我寻求，问我帮助，他说他现在想寻求融资。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因为当时因为我们公司是不感兴趣的，我就给他推荐了别的公司平台去看，别的公司平台对他的评价就是真的是连项目都看不懂，连 Web3 的概念都不懂，你知道吗？是需要项目方去给投资方科普概念，先教会你概念，先教你注册好 MetaMask， 说你去体验一下同类产品，你再来看我们的产品，是到这个概念了，就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太新了，所以说你说在加密货币交易所你很少会接触，就你每天接触的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没见过，你真的要把自己的脑洞打开到最大的同时，因为这行现在很火热，有很多人真的是拿一个 PPT 就开始融资的，这同时你还得保证你传统的高标准，就是你不能乱投。对，你怎么看待小狐狸钱包在今天的发展，包括未来？小狐狸钱包在今天其实就等于是一个 Web3 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应用，一个基础设施，我是非常看好它的发展，因为就好像我说的，未来大家想在 Web3， 它就像一个 pass 一样，你得先有这个通行证了，你才能在 Web3 开始去遨游。就好像很多人他接触到那个 Web3， 第一件事情是打开 OpenSea。我说到我的心，当时我第一次2年前了，我打开 OpenSea 那个网站的时候，我看傻了。我说哪里注册账号啊？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啊。我说邮箱我也准备好了啊，手机也可以，然后国外的手机号我也准备好了一个，就是怎么注册都可以，硬是找不到那个注册的那个地方，就是后面才知道，他就说他有一个 link 嘛，他说可以 link MetaMask 啊 ，Coinbase Wallet 啊，然后是 Phantom 啊，就各种，我就是不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都是。后面我也是注册小狐狸之后你才体会到原来它的重要性，就是说你刚说小狐狸钱包，未来我觉得人手一个，有一个账号会有的，就是因为它跟支付宝那种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中心化的应用，就是它还蛮去中心化的，就是对。你觉得 Web3 对于现实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会有真的那种颠覆性的改变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争论了，就很多人说 Web3 解决不了人类一直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非洲还有很多人吃不饱，它没有解决到这些人类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不是，就一个科技它颠覆性不是一定要解决到这些问题它才能叫做好的科技嘛？就像大家都觉得 SpaceX 是很了不起的公司，因为它把那个人类探索太空好像真的做到了有可能了，就是那它其实也没有解决，目前也没有解决问题。对，所以说我觉得 Web3 的它给人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会是很大的，就是因为当你去中心化之后，当你开始用加密货币之后，一个新的金融体系或一个新的体系被打造出来，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而且每一个人的价值得到自己的那个尊重之后，我觉得在这个上面会承载出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些可以落地的东西。这都好像 Web3 里面有个组织叫 DAO， 这个概念叫 DAO。那人类每一次进步其实都伴随着一个组织架构的变化。以前最早可能荷兰有东印度公司现在我们有现代的公司制度，有董事会啊，有监事会啊，有各种员工有这种层级架构，这个是能帮助你提高生产力的嘛？那道组织其实也是能提高生产力的。在道组织之下，基于这个形式，可能很多传统的东西都要被打破掉，就是人们未来不需要再帮某个具体的公司打工了，你可能真的是真正的个体经济。当然这个是远景，但是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在道组织下面，为什么我说 Web3 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 Web3，你做不了这种情况的。你怎么保证道组织的平稳运行？每个人都有 token， 你投票嘛，就去中心化治理嘛，就是你怎么做到道组织全部线上呢、远程啊这些应用呢？你有 NFT，
NFT 它的应用最大的价值，我觉得不是在 OpenSea 上，只不过现在是在 OpenSea，未来你的工牌可以做成 NFT，你的各种东西可以做成 NFT，那你东西就可以搬到线上去，那你的整个效率就会更高的提升。它会，现在我不能说它对人类有什么很明确的想法，但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它会诞生很多超出我们现在想象，对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东西，就好像很多年前你也想象不到一个叫比特币的东西会出现。单个市值现在是36000美金一枚，你也想象不到会有这种东西存在。非常感谢宇峰的分享，然后希望大家一键3连，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